县主早就计划好，为救阿浩隐瞒真相吗？韦贤妃善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但有一事，他说的没错，无人能证明玉书腹中的孩子是圣上的。此事若起风波，唯一能够落罪的，也只有构陷你我的竞合。贤妃总能全身而退。圣上若起疑心，承担猜忌的也只会是信宝。这样不明不白的真相，倒不如换阿好一命。确实，真相大白，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。贤妃编了什么故事上报圣上？韦贤妃喜爱音律，与王才女惺惺相惜，谁知王才女一心只想离宫，还向韦贤妃寻求帮助。韦贤妃竭力劝阻，但玉书心意已决，执意假死。为免圣上蒙羞，韦贤妃无奈，只得痛心处死了他。那承恩宫一事又如何说？那晚我并未入宫，在承恩宫的是你和五人娘子，你们连日查案，一时疲惫便睡下了。那刘内侍曾被你刁难过，心怀怨恨，竟编造了一顿混话，四处传播，毁你清誉，已经被贤妃下令给打死了。为了一条命，可以编一个谎；为圆一个谎，可舍一条命。太史丞，我看这案子不查也罢。家兄听说了吧？私婚之事搁置了。我早说过了，不会拖累你的。所以这也是县主计划好的。什么？与我被困一夜，传出谣言，引为贤妃现身。太史丞高估我了。我如果有预知的能力，就不会次次让太史丞假扮阴阳先生。我与太史丞也算出生入死，我不想亏欠你。两个人待在一处，本就是相互亏欠，有了往来，自会有亏欠，有了亏欠，才能继续往来。若是真的不想再有任何亏欠，就只能就此别过，再无瓜葛。太史丞吓唬我？我不知道县主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，我只是将我的内心话说出来而已。我那日说的话，是为了气你父亲，他说话实在难听。无妨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我就知道，你那天偷听到了。你在我家谈论与我的婚事，怎能说是我偷听呢？反正你就是偷听了。恶语最伤人，县主说话也实属难听。还假装没听到，若无其事的跟我查案。我那是大局为重。你不会还偷偷伤心了吧？县主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。我说你额头的伤怎么好的那么慢？定是不好好上药，专门给我看的。无稽之谈，莫名其妙。好了，终究是我不对，我向你赔罪。不必，不接受。小气。小熊，快听。果然，这曲子在宫墙之外才最好听。希望我们都少一些憾事。婉顺用命才能逃过的这条路，终究还是有人要去走。有一事，我得向县主坦白。那日宴席前，我见过十五公主。
见过公主。太史丞，我有一事想请教。臣不敢。太史丞觉得，天上星是否真的能观人间事？臣只知星辰不会引发纷争，人却会借星象生事。那在太史丞看来，上元节这番风波，到底是有象在先，还是借象生事呢？事有因果，物有本末，公主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太史丞都知道了，看来太史丞并不信命。臣相信，只是我等凡人，只有在命中之时，才能看见命运的模样。多谢太史丞。太史丞看到那封密折了，想必也料到此事是我与公主同谋。我的确在公主府中找到了与密折有关的线索，但仅凭公主是无法将密折送到圣上书房的。可惜圣上就算看到如此恶兆，依旧没能转还心意。恭喜太史丞！何来恭喜？太史丞当初同意助我查案，也是想借此机会帮圣上找到呈送密折之人吧。如今公主案告破，太史丞想查的事也水落石出，岂不可喜可贺？圣上认定此事，一切皆是凌宁教唆公主所为。太史丞，律法和情义如何兼得？法者，知之端严；君子者，知之远也。我虽乖张古怪，不是君子，应该也算不得小人。我对县主并不了解，无从判断，也无意指摘。耕地者有耕地者的心，深宫中有深宫人的难。我不过是有些遇事傍身，耍些聪明伎俩，占了些偏爱，才从地上站起来。晚睡是另一个我，一个没能站起来的我。圣上已下令厚葬十五公主，谥号赵思。圣上还是爱重十五公主的。你我都知道，何为爱重？采银魄而登霞溪，掩浮云而上正。幸好，他已经去了他想去的地方。太史丞不是什么法理无情之人。我知道那日从寺庙回来，你没有去面圣。给阿爷看病的钱，弟弟读书的钱，家中修灶台的钱，东起买炭添衣的钱，这些信里基本上都是家里要钱，含笑给钱。那家人在装穷压榨女儿，你一袋钱买这些信，就是在助长他们讹诈的习气。你再看看这信上有没有说点别的？他出宫以后要去哪儿？需不需要父母接应之类？余下还有许多未打开的，待我一一看完，就算有，也不值那些钱。这羊肉好嫩，太史丞尝尝。我给韩笑家的是上贡的银饼，一旦拿到市面上，就会有人报关，钱很快会回来，所以这些信没花钱。我去京兆府和长安下衙都查过了，这半年来没有韩笑入籍的记录。这位是？不关你事。哎，认识韩笑吗？壁上花那事儿之后，谁人不认识他呀？除此之外呢？啊，他在出宫之前也是我曾帮扶过的人。钱是你借给他的？可不是嘛！出宫前还欠好大一笔呢，幸亏呀，
这宫里给的安置费够丰厚，才将将的把本金给还上。那利息呢？那只能算了呗。哎呀，我这一天天干的，竟是些赔本的买卖。赔本的买卖为何要做？我心好啊，都是苦命的人，遇到难处了，总得帮扶一把，不是？真是好心。那他出宫之后，你可又帮扶过？县主说笑了，掖庭局只负责将宫人送到寺观处安置，任他们各有去处。这去向为何，掖庭局从不过问，怎么会再见到呢？啊，硬要说起来的话，还真见过一次。你是想说那日的宫墙里？我开个玩笑。你也想被嵌进宫墙里养花？小的错了，县主饶命。我可以饶你，可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啊！县主吓唬我。这条项链坠子，见过吗？哎呦喂，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！虽然不曾见过，但想必是哪位妃嫔的宝贝吧？上寝局的红芍说，这东西是你送给他的。我呸！那个不知轻重的贱婢！此等物件岂是我们这种人可以有的？可是他说的清清楚楚，是掖庭局监座胡达托人送给他的定情之物。县主，我贪财也好色，可是贪财在好色的前边，惜命更在这贪财的前边。县主尽管带他来与我对峙，也让他把掖庭局的内侍一个一个确认，找到他说的那个中间人。这时辰也不早了，近日因为韩少姑娘的案子，圣上广开天恩，准备再放一批宫人出宫。奴婢还有许多差事要做，无法奉陪二位，见谅，见谅。那胡监座若是有什么一时想不起来的，也别忘了来内业局找我。自然配合县主办案。你不喜欢读书，为何用这么多书做摆设？我自然是爱读书的，这些都是平日里我常看的。县主慢走。胡达这趟差事要出宫，太史丞也注意到胡达的马车套上辔头了。我刚查看过了，他这院子里没有艾草。他房间熏香淡雅，他可看不上艾草，是有人故意把韩笑的死引到胡达身上。活该，他那个样子，连我都想揍他，肯定得罪了不少人。什么借人钱财，不过就是私自放贷，收高价的利息。我得查查，他一个从九品监座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他的书架第3层有一卷礼记，如果能拿到的话，里面应该会有东西。礼记？整个书架只有那一卷书被翻动过，我想应该不会是因为他喜欢看。太史丞先回吧，跟踪胡达就不劳烦太史丞。今日无需值夜，我同县主一起去。平人无聊得很，太史丞随时可以回去。关心也是一样追踪星辰踪迹，有时候几个月才会移动毫厘。原来太史丞才是行家。不过这胡达既然着急出宫办差事，为何不慌不忙地吃起酒来了？不对，坐这的人呢？这绣红楼实在是奇怪，天井里挂着的丝绢，像迷魂阵一样，感觉四处都藏了人。那些丝绢的颜色大有讲究，是为了聚气纳财。不止这些，还有厅堂门边的松柏，房梁上的桃木剑，这些与绣红楼装饰格格不入的摆放用物，都是为了开运聚财。
什么绣楼会连一根线头毛絮都看不到？你还记得水渠里的脂粉吗？这么多脂粉，这楼中绣娘应该不少。不，绣娘很少会施粉黛，因为脂粉会落在绣绷上，污染绣件。县主的意思是，这绣红楼只是被布置成了绣楼的样子。这人呐，命数如何，不光要看生身父母，还得看再生父母什么来头。这胡达就是因为给自己找了个有钱的义父，才能在宫里放贷，谁也不敢惹他。义父，西京富商孙之望，是西京百姓所说的孙八方。就是他。听说这人极为看重八字命理，西京城的大师他几乎都找过。连义子都难逃命数，这干爹也不能随便认。你们记不记得胡达曾经说过，韩孝出宫前只勉强还上本金，剩下的利息被他一笔勾销了。做生意的，再有钱也不会随便把欠账抹掉，做赔本买卖。欠下的债自然是要还的，只不过是看怎么还。胡达除了放贷之外，还给出宫的宫女介绍营生。他是要这些工人做工赚钱来还高利贷。对，我打听到韩孝出宫前因为还不上钱一直寝食难安，后来胡达给他介绍了一份营生，这才踏实下来。有没有可能，就是去了绣红楼？哎，你还不快滚，非逼我报官呀？不必麻烦，我就是官。关娘子，您来正好，就是这个江湖术士骗吃骗喝的，骗到我们醉仙楼来了。你是哪儿来的仙长？为何在此作乱？神南山下，无望仙长。什么仙长？他就是个骗子。有话好好说，发生何事了？半个时辰前，这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我们醉仙楼，哎，我赶快上去迎接呀。客官，想用点什么？今天店里有活鱼。你手里举了什么？不知道呀。歪门邪道的术士，骗吃骗喝的。仙长为何叹气啊？仙长，请坐。请。方才看出了什么？能否指点一二？镜花水月皆虚妄，繁华万古转头空。此店处处冲煞，店主今日坎坷，终夜难寐，邪祟作乱，破命伤财，不日还将有大灾。仙长，我家主家呀，最看重的就是布局。您看这里摆放的，哪个不是吉祥招财的东西？店里的生意啊，好得很呐。就是。若真是看出些什么，还请仙长明示。就你了。从伤痕的形状来看，像是用鞭子抽打所致。哭哭啼啼的真扫兴，我来陪郎君。
新来的吧？你就不怕吗？怕有什么用？总要讨生活，扭扭捏捏大闹一通，不如找个好倚仗。有趣。那你愿不愿意陪我玩个游戏？那郎君要先和我玩游戏才行。哎，郎君要玩什么游戏啊？啊！郎君的玩具真特别。那也没有这小女子特别呢。该我了。嗯，好啊。郎君可记得含笑？记得。是你的名字吗？郎君答错了，该罚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哎，卢正脸。郎君好生小气。有意思。好的呢，抓住！出事了！圣上亲赐灵佛在此，剑符入剑身上，让开！哼，从未听过。好大胆子！上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疼不疼？嗯，疼不疼？你可以拿走我这只眼睛，但你这条命我得拿走。你是内卫，来这里干什么？想不通吗？想不通就跟我回内夜去慢慢想。绑上石头，沉下去。谁都没有见过这个人。可他是宫里的人，要杀吗？他活着，咱们都得死。做得干净点儿。县主，这也能被你找到？内司伯说，县主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喜欢一个人在这待着。你还不如说是打卦打的，我根本没有这习惯。
太史丞应该不会是来安慰我的吧？县主15年前便随内司伯在聂业局查案查到临近真相时，失去了所有线索，恐怕早已司空见惯。话虽如此，你好歹也做做样子。是小母疏忽了。算了，你也没那份心思。找到新线索了。在太史局关心时，有时也会失去星辰的踪迹，但星辰运转有其轨道和规律。若是一时在天空中消失，只是去他来时的路上寻找，他总归会回到那里。查案比星辰要复杂得多，但道理应该也是一样的。若是案件一时失去头绪，那就去原点寻找。你也想到这个了？这一切的原点，就是宫墙上开出了那朵花。楼绰。我们原本在调查了韩孝之死，是楼绰故意把疑点引向胡达。杀死胡达的地方在绣红楼附近。若真如楼绰所说，他是因为嫉恨胡达才杀了他，为何要等到韩孝死后3个月，我们开始调查壁上花时才动手？他可以把韩孝神不知鬼不觉地埋入宫墙中，没必要大费周章地杀掉胡达。楼绰一定还有话没说。我就知道你不是空手来的，还不交出来！老鬼头知道你要来找我，肯定会让你带着透花瓷。走吧。顾司职怎么样？仍是背痛难解，不过毕竟伤了几个虚印，暂时把他扣起来了。让他歇段日子也好。命人好好照应，谁敢对顾司职怠慢，就一一记下。待我办完此事，再和他们清算。是。县主这是要提审谁？乱打听什么？我要去审楼绰。从此刻开始，楼绰有任何闪失，全算在你头上。我不知道你们背后的人是谁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不管你是不是他们的人，楼绰活，你才能活。你撒谎了，你没有伤害韩笑，是你救了他。谢谢。县主可曾见过刘星？当然。那县主是否知道？流星为何会从空中坠落？星辰若要沿轨道运行，不光是只靠自己，而是被周围的星辰所牵引才能安稳运行。若是没了那份牵引，便会从空中坠落，被烈火燃尽，化为齑粉。县主既找我协助探案，那我便是那颗牵引着你的星辰。不光是我，内司伯、五人、顾司职，还有许多人，都与县主相牵引。县主往后不必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查案，我作为你的同僚，也会帮你想其他的法子去解决问题。你受伤，是我的失职。多麻烦？我不怕麻烦。你这是把太史丞怎么了？县主。我没事，你们休息吧。是太史丞来了。进来坐。
说完就走，不扰县主兴致。自打御书房走水，县主一直告假不出，我想也没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了。我打算把灵符归还圣上，也来跟县主说一声。喝一杯。我昨日在西市见到碧柔了。她回西京了？对，但她看起来很奇怪。不想让你看到。是。她一直觉得对不起你。她是有良心的人，有良心的人就会活得很累。那你呢？我看太史城是够累的。修红楼一事，你已经经历了，圣上应该也经历了。15年前，也是一个月圆夜，我生病留宿宫中，家中却突遭灭门。府上上百人口全部被杀。大理寺说他们尽力了，师傅说内业局尽力了，淑妃说圣上尽力了。可怎么才算尽力了呢？太史城不必同情我，我只是想说，我没有尽力。你今夜来同我告别，也算有始有终。这大半年，感念太史城相助。夜深了，我不送。县主，你可以说圣上是在袒护那些人，但圣上也确实是用按下真相的方式保下了你。或许在圣上那里，正义被伸张的方式不只有你认定的那一种。怎么说的像是我不懂事了？内司伯、五人、顾司指，还有我们都是和你一起的。跟我一起只能被拖累，你这灵符终究是要还回去的。县主还是信不过我。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太史城，我敬你。现在，县主可以信得过我了吧？我以无灵符可以归还，愿与县主共进退。其实县主与平日表现的并不相同，与旁人所说的、所想的也完全不同。萧某不敢说多了解县主，但还是知道你的为人的。多谢太史城。叫我太史城，那就还是信不过我。萧兄，圣上已下诏，征斥宫人出宫一事，往后出宫的宫人会得到更妥当的安置。那些被害的宫人，家里也会得到抚恤。恒王的封号已被褫夺，吴越汾杨侍郎等家人也尽被流北。顾县也得以官复原职，
这是用9条人命换来的。我破了案，却什么都没有守住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妹的在天之灵定会感念3位。这是碧柔死前托我转交给你的。碧柔告诉我，那日桃枝得知他们要去做工，却说不清要做什么，要去哪里。他放心不下，顾不上告诉你，就同他们一起上了马车。碧柔一直觉得是他害死了桃枝，他本想找到你亲自道歉，却始终没有勇气。桃枝一向这样，正直、热心，不愧是我妹妹。只怪我们去得太迟了。县主不要这么说，若不是你们全力以赴，恐怕还有更多女孩子受害。就算知道结局，那日他也一定会同他们一起上车的。若非家人来信，我还不知枭兄已命人帮我妹妹在家乡选了一块上好的墓地，让她永享安宁。多谢枭兄。萧母能做的也只有这些。那日在狱中太过冲动，多有冒犯。顾兄保重，我们等你回来。保重。申时2刻，庞二郎为柳英儿送出彩头，国色天香。萧兄之前曾说过，太史局会派漏客生去宫中及宫外各王府检查校订，太史局会有这些漏客生的记录吗？会有。15年前，为端王府校订漏客的漏客生，也能查到。这不确定，毕竟过去了这么久，不知道是否还有留存。既然不知道，那便可能会有。劳烦萧兄帮我查查。怎么样？时间太久了，已经没有记录了。果然是过去太久了。多谢萧兄。县主是如何发现阿好是女子的？方才与她过招时摸到手腕，便确定了。女子骨相与男子不同，这是伪装不了的。但我知道，太史丞早我一步。我是通过他起身的方式发现的。萧兄，所以我们谁赢了？县主先抓到的人，自然是县主赢了。萧兄先选对了人，还是算你赢？那就算平手。王才女的病历记录不能带书，我都抄下来了。
就这些。这一页纸就是他半年来看病吃药的记录。果然未有身孕记录，风寒身故。一个人活了20年，只留下风寒身故这4个字。负责他的医政怎么说10天前回乡省亲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直接去问问王才女好了。哎，特意安排的，这才像样。皇陵重地，不得擅闯。你看我像是擅闯吗？福昌县主，这位是王才女的表亲，娘子英年早逝，圣上费尽心力才找到她的亲眷，并特许她前来拜见。娘子已经入殓，不日就将下葬。若是吊唁余归，县主还需有许可才行。圣上悲悯，王才女听眷就是许可。哎，爆花易燃，要小心火烛。是松木的爆花，防潮除味。不过天太热，放这些也无济于事。死前遭受痛苦，面部狰狞扭曲，尸体才会呈现出这样的表情。请孝兄帮我记录：双目圆瞪，牙关紧闭，肤色发青。看来王才女的病历没有如实记录。不是死于风寒。风寒而死的尸体，肤色微黄，眼睛和口部都是紧闭的。还好有冰块降温，尸体腐坏不算太严重。尸体上没有明显的伤痕或是击打的痕迹，但皮肤上布满了红点，皮疹不像是表面的疹子，像是皮下的出血点。我还以为县主买腊梅饼只是为了祭拜呢。如果只是皮疹，热敷之后不会有变化。是外伤还是中毒？舌底发黑，是中毒。已经开始腐烂了，摸不出什么。看来王才女是死于毒杀。这种毒症状特别，若不验尸，恐怕根本就不会发现。但根据那2位工人所说，王才女生前并未结仇，何以会被毒杀？想要杀人，仇恨不是唯一的缘由。你将房门反锁也无用，想在宫中杀人灭口，实在是痴心妄想。请县主好好享受吧。太史成，你怎么了？你头怎么这么烫？屋子有问题。哪里有问题？蜡烛。有迷烟。
轻敌了。只要和清白扯上关系，任我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一定会被束住手脚。县主不是寻常女子，她女子谋销，牵扯的不只是她一个人。县主将我捆起来，他们便无谣言可造。太史丞，真难得你又聪慧又简单。屋子太暗了。县主啊，县主啊，县主啊！好热。我们要不要把窗户纸动破？什么？县主，快来帮忙！明夜散掉，明会考线。我中了迷，没力气了。县主，快过来！通风之后会好很多。我扶县主过来。太史丞，得罪了。怎么了？肿了，不碍事。先上点药吧。趁我父亲还没有回心转意，还是先离开吧。你刚才推门进来，真是威武不凡。县主谬赞了。你从什么时候站在门外的？就是刚刚。听到我和萧太傅吵架了？听到了。他说绝不会让你进门，他侮辱你，说你是天煞孤星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听到的？没什么。
昨夜之事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负责。太史丞无需放心上。我知县主不在意这些，但我在乎。反就是我拉你查案，才遭人陷害，怎么能再拖累你？这不是拖累，是我萧怀瑾高攀县主。无论县主有何计划，这都是我的承诺。但若县主另有安排，我也会配合。那在圣上召见我们之前，先把那个始作俑者找出来吧。你一直都是在利用怀瑾，是又如何？内斯伯回信了，查这些真费了他不少功夫呢。这个是金陵的雨花石，这个是蓬莱海岸特有的螺壳，这个是阳关的沙砾，这个是连州的钟乳石，还有这个一碰就碎的干叶子，是沙洲特有的一种树，叫鬼拍手。这些东西啊，都来自天南海北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也不知道王才女为什么会看着他们又哭又笑的。因为他想要去看广阔山河的梦想再也无法实现。王才女香囊中发现的那枚药丸，太史丞去验证过了吗？的确是碧溪丹，但与常见的成分略有不同。王才女怀孕的时候被人投毒，难道碧溪丹也是凶手给她的？不，凶手能将毒药混进王才女的安胎药中，又何须用碧溪丹杀人？太麻烦。这粒碧溪丹被缝在王才女的香囊内侧，或者是她自己准备的。他想利用碧溪丹假死出宫。难道是王才女与信王私会有了深怨，于是想假死出宫和信王远走高飞？该去会会信王了。县主，我也有发现，灵宫殿太大了，这个盒子我可是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的。你看，皮藤编织的盒子可不多见，我查过了，安南特产。看得不错，辛苦了。那县主这次出宫能不能带我去？不能。是。走吧。少兄，三人同去信王府，像是兴师问罪，只怕对方会有所隐瞒。我去查承恩宫到底为何停工。老大，你和太史丞怎么了？刚才我就觉得怪怪的。没怎么，太史丞说的没错，分头行动，两边都不耽搁。绝对有问题，我们两个一块去，还怕有问不出来的口供？平时都是我们三个一块查案的，怎么偏偏今日要分头行动？避嫌啊！一定是避嫌。太史丞也知道赐婚的事儿啊？知道了。那不对啊，那为何要避嫌呢？害羞？也不对，也不对。太史丞方才并无害羞之色，反而是有点生气。